林浩探头看了一眼海面，却见不远处好像有个大动静，他也看不清，黑乎乎的，好像有东西往这边靠近。近了些才看清，原来是一只大海龟。难道是自己白天救的那只又受伤了？不会吧，这家伙也太悲催了。你这家伙不走，到底想干啥？咱俩语言也不通啊。刚说完，他就轻咦了一声，因为看到了海龟的嘴里好像衔着一个东西，也将头尽量的往外伸。就在他扭头的刹好，通过船灯的反光，林浩看到了一抹金光一闪即逝。他心思一动，找来一个没用的蛇皮袋，套在抄网里面放了下去。大兄弟，把你嘴里的东西放在我的抄网里面，你要是做得好，改天我介绍几个新朋友给你认识啊。好像对方是你的天敌，动不动一尾巴就把你抽上天了。不过不要紧，有我在，大哥帮你撑腰，胡子是不敢对你动粗的。话说你今年几岁了？有没有谈女朋友？对了，你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海龟很有灵性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头伸进了里面。再次露出来时，嘴里衔着的东西已经不见了。林浩以最快的速度把抄网收回，手伸进去一阵的寻摸，终于在底部摸到了一块金属质感的东西。阿浩，你在干啥？身后传来大哥的声音。林浩不及细看，顺手将东西塞进自己的口袋。大哥，白天救的海龟又过来了，你帮我去拿几条小鱼来。林平嘟哝了一声，还是进了冷库，拿了有2、3斤的杂鱼虾。林浩接过，便一点一点地抛到海龟面前的海面上。海龟吃东西的速度很慢，至少和胡子比是这样的。可惜不能养，要是能养倒是可以带回去。算了吧，在大海里，它虽然要面临危险，但也更自在。林浩一边喂海龟，一边对着他道：“给你起个名字吧，你这么大个头，叫强森咋样？不喜欢老外的名字，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大壮吧。大壮啊，你要真有灵的话，一定要记得保佑我们出海平平安安的。看到鱼群记得通知我一声。放心，我也是个懂人情世故的，帮一次忙3斤的鱼虾怎么样？”林平很想笑自己弟弟幼稚，但有了胡子的前车之鉴，他又不好意思笑出来。好了，记得以后家人要是受伤或是需要清理藤壶，就来找我，我这人好说话的。似乎是知道该分别了，海龟再度靠近了少许，在他的眼面前缓缓地游了几米，然后渐渐地引入深水之中，直至完全消失不见。他要是真能听懂你的话，倒是真带着几百上千只海龟来，咱啥活也不用干了。他真有这灵性的话，我就专门买艘船雇几个人帮他们清理藤壶又怎么样？林平笑着摇了摇头，回到了舵室。他知道这是自己老弟，可不是说着玩，是真能干得出来。他才将口袋里的东西掏出，是一枚橙黄色的金币，金币的一面是头像，看上去像是个老外，底下有一排的拼音字母，看上去像是英文，另一边则是徽章，整体像是一个盾牌，中间像是一只站立的鸟，而在徽章的下方则是一个数字1868，应该是金币制造的年份。这么一算，距今也有近140年了。林浩回到了舵舱，陪着大哥聊天，不知不觉到了凌晨2点，就听到旁边的水面传来一阵的水声，好奇心让他走到了船舷边，然后下一刻他就震惊了。我操！只见灯光所及的范围，之前网住的那只大海龟再度浮现，而它边上跟着大大小小，至少有100个以上的海龟。我就说一句客气话，你这咋还当真了呢？这么多，我得刮到啥时候去？你这家伙一点不筋斗。不过当他仔细一看，发现他们还挺懂事，每只都没有空着嘴，好像都衔着一枚之前的那种金币。林浩找来刚刚用的抄网，海龟很轻易地将金币放进了抄网中，等将所有的金币全部装进去，然后小心回到仓柜收好之后，他再度来到外边，对着没有散去的海龟群道：“先小后大，小的我用抄网，你们千万别乱跑。”林浩说着，便用抄网抄上来一个，找来刀便开始铲起对方背上的藤壶，彻底清理干净，接着开始第2个。我天啊，还以为你在捞鱼呢，咋这么多？林平见林浩一直拿着抄网，不时伸出又收回，本能以为他在捞鱼，出于好奇便走了过来。这一看，他同样震惊不已，入目全是浮在上面的海龟，那是相当的壮观。阿浩，这得刮到啥时候去？大哥，帮着一起弄吧，争取天亮前弄完。林平点头，找了一把刀也蹲下身开始弄，差不多2个小时，小的已经差不多，剩下的抄网来捞有点吃力了。林平回到仓房，把手抛网拿出来。阿浩，不会跑吧？试试吧，真跑了我们也没办法，我就算跳下海，这么重的玩意也举不上来的。林浩又对着一直在近前游动的大壮道：“跟他们说一声，不会伤害他们，太重了，只能用网打上来。”林平也没管他在干啥，扭腰便开始撒网。真神奇，他们真的不跑，太灵性了。大哥，你弄大的，我弄小的。2人简单一分工，林浩拿着抄网专门对付小的。5点钟左右，老猫起床也看到了这一幕。咋这么多海龟？毛哥，我们处理了2/3，这里算是少的了。现在海面上看到的可比之前少了很多，但就这也足以让老猫震惊了。听说是主动上门请求搓澡的，老猫更是惊奇，也感叹了一声有灵性。毛哥，拿刀给自己和家人积福。老猫一听顿时来劲，赶忙找了一把刀来，矮下身挑最大个的就铲了起来。每一只海龟铲完，林浩都会用手轻触一下，
给他们注入一丝系统的幸运值，有的根本用不上，有的则会消耗几点到几十点不等。乖乖，这家伙太灵性了，真知道谁对他好啊！收毛，开始干活。阿和跟阿杰将毛给拉了上来，老猫则回到舵舱启动机子前，还刻意问了林浩今天往哪个方向。往东。林浩打开系统，先是看了一眼箭头，只是回复了老猫，接着又惊喜于今天的幸运值82点。饭后太阳也渐渐升起，阿成带着几人开始清洗船上带的筐桶，而柱子则被老猫叫到了舵舱，给他讲授驾船的经验以及一些小故障的处理。猫哥，水深水浅对拖网作业的影响大吗？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，叶缸的长度、渔船发公机的马力，还有网的大小之类的。就像之前我们在海沟拖的梁网，发动机更吃力，油耗自然就更高，所以一般都会选择水域较为平坦的地方来拖。那什么对拖网的影响最大？水流啊，柱子你要记着，顺流不拖网，流速过快不逆拖。先说顺流，流速会影响到船对网的拉力，很有可能导致网不能完全打开，影响作业是必然的。逆流时，如果流速过快，船是顶流作业，消耗巨大不划算。讲解了一会，老猫让开位置，柱子上手，他则在一边指导。之所以这么用心，是因为老猫之前听林浩说过，是打算把柱子当船长培养的。至于会不会教会徒弟饿死自己这个师傅，他一点都不担心，他相信林浩的人品。再则林浩要订一艘更大的船，到时自己肯定要跟着去远海的。猫哥，差不多了吧？通知齐网，我去通知一下，就不叫平哥跟阿浩了。叫醒吧，他们没进舱睡，就是不想错过齐网。老猫说完，便用喇叭通知齐网。